你常常不吃早餐，爱喝咖啡，爱吃蛋，喜欢偶尔小酌几杯或喝个精力饮料吗？根据科学研究，很多你以为的坏习惯，其实对你很有好处。不管你是热爱午睡，每周运动不到2小时，或偶尔会迷失在高脂肪食物中，都有研究挺你。让我们来看看这10个健康的坏习惯。第一，不吃早餐。早餐并不是非吃不可，先前一般认为跳过早餐会造成体重增加，但最近研究发现正好相反，进食或偶尔跳过几餐，或许其实有助减肥，也就是所谓的间歇性断食。最受欢迎的间歇性断食是16%断食法，也就是进食16小时，吃东西8小时。这样一来，多数人的进食时间就是下午12点到晚上8点，跳过早餐。大型研究发现，就减肥而言，间歇性断食其实跟传统饮食一样可靠。几项动物研究证实，间歇性断食还有其他好处，例如降低特定癌症风险，甚至延长寿命，不过还没在人类身上证实。第二，喝咖啡。在2018年3月，一位美国加州法官判决，星巴克及其他咖啡连锁店必须在产品上加注癌症警示。尽管如此，有大量研究指出，定期喝咖啡与癌症风险减小及其他健康好处有关，如对抗糖尿病、促进心脏健康等等。医生建议每天咖啡因摄取量限制在400毫克，或大约3到4杯绿挂咖啡。第三，吃鸡蛋。富含胆固醇、脂肪、蛋白质、好几种关键维他命和矿物质的蛋已经被污名化很多年，但是蛋其实非常健康，而且为了避开卡路里、脂肪和胆固醇只吃蛋白，其实完全没有必要。整颗蛋富含一些你不容易从其他食物中获得的重要维他命和矿物质，例如维生素 B12、磷，也富含能燃烧肌肉的蛋白质和饱和脂肪，而且蛋中的胆固醇似乎不会造成高胆固醇的健康问题，就像你吃脂肪不会转化成脂肪一样。第四，放纵的吃高脂食物。成千上万的美国人听从上世纪90年代美国农业部的建议，为了减肥寻求低脂高淀粉饮食，他们选择人造奶油取代奶油，无脂全代全脂，也克制少吃油腻的食物，但并没有见效。影像显示近5万名女性的半年研究发现，其中约半数采低脂饮食的女性并没有降低乳腺癌、大肠癌或心脏病风险，而且也没有减掉太多肥。新建议指出，来自坚果、鱼类、酪梨等食物的健康脂肪，其实适量的对你是有好处的，所以你可以把这些食物加回到你的饮食之中。第五，使用社交媒体。常用社交媒体低头滑手机是被视为有害健康，但是很多支持这项论点的研究并不完整。多数证据显示，有些情况下，使用智能手机或许有好处。心理科学去年一项研究检视了12多万英国青少年滑手机的影响，结果发现社交媒体对多数青少年无害，有时还帮助他们的交易，从同辈那里获得情感支持。该报告说，整体而言，证据指出适当使用科技本身并不有害，或许在互相连接的世界还有好处。第六，喝能量饮料。你是否曾因为喝红牛而被人碎念，说那东西太科学了，会害死你？其实红牛并没有那么糟，除了只有10大卡，不含糖，它只含有80毫克咖啡因，大约是星巴克中杯的1/3。至于其他成分如维生素 B 和牛磺酸，科学研究已经发现两者都安全无虞。第七，喝1-2杯酒。什么东西吃太多都有害，酒精也不例外。但部分研究指出，适度喝酒或许能有健康好处，例如减小老化造成的认知衰退风险。阿尔茨海默宾期刊去年刊登的一个研究发现，定期喝酒的人比起完全不喝酒的人，到了85岁还没出现认知衰退迹象的几率高出许多。第八，打开讯息通知。在 Google 最近的开发者大会上，揭示许多戒除科技成瘾的功能，其中一个是封锁通知的新功能。因为许多用户认为通知会让人焦虑，降低生产力，但有研究指出，为了解决焦虑而完全关静音，反而会让人压力更大。
解决方法也许不是完全关掉通知。根据这项研究，比起正常接受通知或完全不受通知的人，不是时时接收通知，而是一批批接到通知的人，压力比较小，也比较快乐。第9，放弃长时间健身。你不一定非得一直在健身房流汗好几个小时才能变得健康。研究显示，比起其他运动，7分钟健身、高强度间隙训练等密集的高强度训练，或许对于练肌肉、保护心脏更有益。运动心理学家乔丹说，比起传统上时间较长、强度适中的健身，高强度间隙训练可以提供类似或更好的效果。第10，午睡。午睡不代表你懒，有些研究显示午睡可能跟身体健康有关，特别是如果你常睡眠不足。若你很容易想睡，常常比应该上床的时间更晚睡，难以控制饮食习惯或减肥，很难集中注意力，精力衰退，性欲下降，身体这里痛那里痛，很可能就是睡眠不足的警讯。大脑行为与免疫期刊的一个小型研究，比较科以睡眠不足的人午睡30分钟与睡10小时的健康效果，发现2种做法似乎都有助于免疫力恢复至正常水准。哈佛学者斯蒂克沟也认为，午睡甚至有助人们解决精力与专注力的问题。